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大家好，我是董敬桥，在这边向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问候，大家平安哦。也请留言告诉我们，您是在全球哪个角落收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想法、意见，或是对节目的鞭策呢？也请踊跃留言哦，我们的小编会乐于跟大家互动。那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敬桥好，大家好。第二位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各位朋友好，以及陆军退役少将厉建杰。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节目一开始的头条话题呢，我们依旧来看中日之间现在的紧张关系呢，都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论哦，引发了中国大陆这边的强力谴责，做了很多一系列的制裁，包括观光、包括贸易、包括外交等等上面现在多重抵制潮。那就连日本重要的盟友美国总统川普呢，也都打电话来关切给这个东京说应该是要劝日方不要再挑衅中国了，在台湾议题上呢，现在应该要紧急喊刹车了，因为呢，就怕日本这个小弟会打乱川协会之后现在美中关系好不容易往正轨在发展，那如果有人出来捣乱，那怕会受到阻碍所以来劝和一下。那么这个最新的进展是，高市早苗呢也对了日前发生在香港鸿福苑这个大火事件，表达了他的哀悼跟慰问在情感面上呢，是稍微有向大陆示好，缓和一下。不过现在高市在日本国内的民调，还有他的声望呢，是持续受到这段时间抗中的红利持续的提升，甚至有不少以往对政治冷感的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他们都觉得说，这个新的首相好像不太一样很敢说，也很有想法，所以呢，他们也变得开始关注政治议题了，甚至有人觉得高市早苗很酷那觉得这个女首相很有魅力。所以我想先请问张教授，你怎么看高市他现在操作外部的矛盾，来帮助自己在国内内部的这个治理有加分的效果？但这是一把双面刃不只得罪了中国，如果万一把美国的仇恨值也拉上来了，中美轮流修理日本，他顶得住吗？我认为这个日本是想把美国拉住，然后共同来对付这个中国大陆。那高市早苗他这一招呢，会被美国看破西洋镜。因为这怎么看呢？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美国、日本这个三边是采取一个动态的互动。那动态互动最后面会走到动态的平衡。那动态平衡，这个美中日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在日本来看的话，是有一些到最后面会有些吃亏。我们来看几个因素。第一个，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些相互的需要，在经济上、在国际上、在外交上。对，因为中国大陆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个甚至在区域稳定上面，中国大陆也扮了一个关键的角色。换句话说，美国在这一方面会对中国大陆这一方面，尤其我们讲到的最近讲到那个大豆要卖到中国大陆，已经年底到了，也需要中国大陆广大的农产品市场。那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对日本相对的约束，这个一定要这样的，因为美国不约束日本，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些我们讲的外贸上的需要，中国大陆大门会打开吗？它会有限度打开而已，并不会全面打开。那对美国的这个经济的需求来看，势必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因为这3个因素：国际因素、外交因素、区域稳定因素，还有我们讲的经济因素，会对日本有所约制。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历史的因素。我们在2战的时候，日本不是光打中国大陆他打珍珠港他也发动在太平洋战役。太平洋战役总共美国损失了20万人大兵，这个都是宝贵的生命了。那唯一侵入到美国领土，包含我们所讲到的阿拉斯加，那个阿拉斯加，那个白令海峡，日本入侵过，日本还打过珍珠港，甚至日本还派潜舰攻击美国西岸，这个都有的。那这样的话是唯一入侵美国的。那这样的话，美国会不会有？美国或时有时就会相信这个事情，这个是历史的遗绪。但是因为你要翻旧账，这些都会弹出来。那这样看，那美国在这方面所吃的亏，要不要算这些账呢？我们还没有去讲到冲绳战役，所以美国对全世界也就用过一次原子弹，就是日本。就是日本，这是什么？这就是历史的因素。对，川普他当然会想起来嘛，这是历史的因素。那第3个，我们来看这个地缘战略来考量。地缘战略考量，我们知道日本在这一方面一直川普有讲有些盟国，他比我的朋友还占的便宜还多嘞。日本一直在对美国贸易，我们叫出超。一直赚美国的顺差，就讲的就是这个嘛。你赚我的钱，还要靠美国去保护日本，为什么？美国在日本驻军54000人，他就想着我在保护你，你还赚我的钱，你都拿了好处，所以为什么要
对日本，我们讲到了要$5000亿的由日本到美国投资，就这个嘛，因为你赚我太多钱了嘛。另外一个也希望日本提高国防预算，多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为什么？你不要来我保护你啊，你要多买我的武器，然后去保护你自己啊，不要老是靠我啊，是这个意思。第三个，美国驻在日本的相关的这些基地的维管跟行管费，日本来出。而且每一年都要叠加上去，你不能说，这些我是住在这边，你通通给我维护的好好的，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你来帮助我，是你来帮你这些你都要来负责。所以我们来看日本在这方面，它会因为美国越来越走向现实主义，而会把这些的清单把它摊出来看，我认为日本会受到川普总统这方面的约束，然后美国总统川普会跟中国大陆取得某一程度的默契，来换取经贸上的平衡跟利益。是，好，这个就看之后三方怎么来继续这样子博弈跟协调。但是现在高市的种种行为呢，在日本国会方面看起来还是占优的，因为根据日媒共同社的报道，日本众议院的小党改革会呢，他们现在有3名国会议员也许是认同高市内阁这阵子的政治操作，他们要倒戈了，要加入到自民党跟日本维新社这个执政联盟派系。那么如此一来，就会让现在最大的派系在众议院的势力从230席增加到233席，可以说是突破了总席次465席的过半门槛喽，让这个执政党首次呢在石破茂政权时代后又重新掌握了众院的过半席次。那未来呢，他们就可以不甩在野党了，可以直接单独投票通过。那这无疑是加强巩固了高市内阁的这个意志的延伸嘛。所以杠上中国就有政治奖励这已经是否反映了现在日本政坛当前的一个投机路线，甚至是说日本民间现在的主流风向也是这样子。杨老师对日本很熟悉，你怎么看？直接画个等号，我觉得倒还言之过早。因为这3位改革会的成员本来就是维新会里面，然后呢脱离开来，自己成为一个党团。那现在加入到由自民党跟维新会共同组的执政联盟，所以变成3个这个党团政党跟党团。那没有错，总数在众议院里面是超过过半，因为加起来233，总数是265嘛，465。可是，在参议院呢？参议院现在这个改革会是没有成员了，因为他们只有3位在众议院里面。参议院总共是248席，自民党加上维新会，现在只有119席，还差6席。所以并不是2院都过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会对在众议院里面的法案预算会是一个大的帮助。那至少你不需要在2个院都再去做协商，然后去做折冲。可是这个会引起另外一番考虑，就是这是不是对于高市这一阵子操作台湾有事的议题，以及中日关系紧张情况之下，好像日本的右派民意的集结在支持他。表面上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日本右派的民意，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冲到了顶端，把高市的民调也冲到了超过70%以上哈。那我个人觉得，从这种民调看起来是如此，但是未来高市会不会如日本小报所预测的，比如说解散国会，那可能就会太碰风了。同时另外一个观察的就是，你民调的支持度跟你对外政策是不是要画等号？你难道民调支持度就鼓励你去搞右翼、搞反中、搞抗中？高市事实上这一阵子不是啊，你看结果引来了大老板美国的这个就是敲打，川普根本就是在敲打高市嘛，就高市当然就接到讯息了，日本国内也接到讯息了，整个在相关的论述回到原点，可是呢并不愿意撤回发言。那其实我觉得川普根本是为德不足，川普应该一开始就说你撤回发言就好了嘛，结果呢？讲的比较委婉，高市就以为说我稍微退回原点，那他是退回原点，然后呢，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党首野田佳彦说，这个可以算是事实撤回了，北京不接受的，你没有撤回，那可是又另外犯个错误，又讲到了旧金山合约，不，你旧金山合约跟台北讲 OK 了，因为台北的民进党政府觉得听这个很高兴，可是你对北京讲，那等一下你跟北京建交的时候。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另外2个政治文件，你就当不存在了吗？就当它不存在了，因为你不是就讲说认知理解到这个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后面还有一句话，会遵照
波茨坦宣言的第3条。第3条里面谈到的是什么？就是开罗宣言必须要实现。那这个意思就是很清楚了。你怎么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你本来只是讲台湾有事，日本可能会出兵，结果你现在又在间接附和，台湾地位未定。虽然日本主张是说，他没有立场，因为他已经放弃。等一下，你现在是对北京在讲话，你不是跟他建交吗？你不是接受一个中国吗？结果呢，你现在把台湾的地位又再一次拿出来去希望符合美国 AIT 跟国务院的说法，我认为北京气死了。他说你一个问题还没解决，你就冒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北京一定还会再出招，然后呢，这个僵局会持续。但这个出招会不会太大太重，我们不确定，因为北京大概也要给川普一点面子。没错，川普毕竟还是就是等于是他还是出面跟川普跟那个高市直接讲话。对，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这个中日僵局还有的持续，而中日僵局并不代表你国内的这个右倾的民调支持，你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去做事，最后伤害的也还是日本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啊。是，那最近呢，相信很多日本人民都感受到，就是陆客不来了造成的观光损失财一定是肯定有的，那也应该蛮可观的。但是也有部分的日本人就觉得说，哇，拍手叫好啊，认为这个清幽的环境终于回来了，这些诗阁旅人终于不来了。甚至有日本媒体更过分他们开始把这个体育的表现拿来当做嘲讽中国大陆的素材了。我们都知道，明年2026年就要开踢这个 FIFA 世界杯足球赛了，可以说是全球关注度最高、收视人口最多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这一届的这个正赛、会内赛呢，扩编到48队可以说晋级资格又放宽了。那我们亚洲区获得了8.5个参赛名额，但很可惜这次中国男足呢还是没有踢进到会内赛。那日本男足这边呢，还是维持他们一贯这个亚洲最高的水准，他们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8名了。所以呢，就有一些好事者就开始嘲笑了，借题发挥了，说哇，我们足球踢你们啊，你们这么多人还踢不进世界杯，笑死人之类等等的。但是我是觉得这样讲不厚道了。好，足球方面确实是日本比较厉害，但是其他体育项目呢，奥运奖牌呢，对不对？这些东西中国哪有在输日本的？所以被一些激进的少部分人拿出来操作，会不会觉得说？张军觉得现在日本有一些人真的有点小人得志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我们先讲观光，在第一时间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得到的数据是已经有50万的这种中国观光客这个退票了，不到日本去旅游。那如果说每一个观光客到日本是消费1万这个人民币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算起来的话，日本就损失了这种5亿人民币的这种这个收入了那光这笔钱来讲，那他们评估过，在日本来讲，它 GDP 会下降0.29%。那虽然看起来初步看起来不高，可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所以这些极右派的分子在那边讲说，你们不来，我们这边很清幽。你们现在可以讲这种话，这些极右分子讲这种话。可是你有没有替那些在从事观光业者来着想？不管是观光业的旅馆、饭店、游览车甚至于说是开饭店的，或者是卖观光纪念品的，那这些人真的是苦兮兮的在过日子。但是我特别要强调这只是开始而已，这还没有见到终点。那后续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告终的话，我觉得后续来讲的话，那我不见得一定要到你日本去玩啦。包括现在我们都知道，像泰国现在这个总理就很欢迎中国人过年过去玩那去年我还记得这个总理那时候他还没有当总理的时候，他亲自在泰国的机场拉一个红布条欢迎中国人来玩。甚至于他当了总理以后，他特别讲，他就是华裔100%华裔的血统。可见得，如果说我不去日本玩，我别的国家大的欢迎。尤其是说韩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韩国的观光股票来讲突然大涨因为有一艘这个邮轮本来要去日本的，结果现在就转到韩国去了。那除此之外，那包括海产也是一样海产来讲的话，现在中国不买这个日本的这种海产品。那你日本就拼命吃嘛，你们这些右翼分子，你再去讲那种风凉话嘛？你可以把这些海产当饭吃吃到饱，你可以不吃大米不吃这个粮食，你就每天光吃这些海产，行吗？我觉得你要站在一个国家立场来想不能光是讲这些话，就是第一个是酸葡萄话，第二个是很标准的叫做民粹的用语那日本这几波操作下来，我觉得你看它的损失有多大，在
目前来讲，我们看到，自从高市早苗讲这种话到现在为止，股市、汇市、债市三杀全部都倒下来。股市来讲，它跌了将近4000点，也就是跌的幅度快要到7%那么多哈。那债券来讲的话，它这个殖利率暴冲到1.8这么多，也就是它股票债券价值已经下降了。那汇市来讲前一阵大概就已经跌到比照美元到1比156哈，可见呢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本来就已经状况不好，如果说再加上这种中国对你的这种只是观光、只是旅游、只是这个方面的制裁来讲的话，那你就已经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这只是开始，那后续来讲还有的看。之所以说体育活动，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体育专长哈。对。这个甚至于每一种人种，比如说是像游泳来讲的话，这个黑人就游不过白人，对不对？哈。像中国也有他专长，比如说是奥运的金牌，像全红婵，他那种身材就适合跳水。厉害。这个那日本来讲的话，由于你们发展比较早，你们这个足球踢得比较好，我们也承认。可是中国他没有因此而自卑。中国我经常看到网络上面很多人中国在这个调侃自己的足球哈，经常有看到这种言论出现。那他也不会说是好像我足球踢不好，足球踢不好不是重点。那其他的体育项目来讲，不管是我们看到这个在田径场上面的跑步哈，这个甚至于跑过白种人，甚至于游泳也游过白种人哈。那甚至于这个在更不要讲说跳水啦、羽毛球啦、乒乓球等等各类。所以我觉得你日本这些极右派的，纯粹就是一些民粹的说辞，事实上对你的国家、对国力有什么帮助呢？我看到日本，如果说你整体来讲的话，你经济只有继续的衰败。你目前来讲的话，你如果说高市早苗，你学你的师父安倍，你继续举债来讲的话，那日本人就继续过得不好嘛。那你就算会踢足球又怎么样？踢足球不能当饭吃啊。好，下段节目呢，我们还有解放军无人机风渠呢，在这个海空战术对台湾之盾的一个兵推哦，以及中国大举囤黄金、除石油、积极备战的动作背后有哪些危机跟有什么想法？这些热门话题，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开讲。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